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遭暗杀后，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伊朗何时报复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西部的科尔曼沙省举行军事演习，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对此高度紧张，以方当天还宣称有情报指出伊朗或在几天内发动攻击，目前已与美国方面商讨应对措施。当地时间9号至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支精锐导弹部队在该国境内的科尔曼沙赫省部分地区进行演习。相关声明提及提高该地区部队的战备状态，但这次演习并未事先发布消息，而是在11号才见诸报道。同一天，以色列情报部门发布消息称，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发动攻击，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或将同时或先后对以色列发动联合袭击。当天，美以防长还紧急通话商讨局势。美国五角大楼在稍晚的一份声明中称，鉴于地区局势升级，防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增派美军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部署至中东地区，并指示配备有 F-35C 战斗机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加速向相关地区移动。此前有消息称，林肯号5号还在关岛，预计最快15号可赶赴伊朗附近海域。分析认为，伊朗或以沉默来迫使以色列最终坐上巴以和平的谈判桌，并以彻底终结加沙战争作为筹码。但也有观察指出，伊朗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伊朗目前的军力以及经济难以支撑其全面开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不做出回击，将沉重打击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誉及声望。伊朗需要把握打击方式以及打击力度之间的微妙平衡。伊朗现在要做的外交上的、政治上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一步就看伊朗国内在决策上他是不是下了政治决心，到底对以色列的报复是多大的规模、多大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11号，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代外长巴盖里通电话。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暗杀行为，支持伊方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为尽快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创造条件。实际上，本月6号，王毅分别同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也强调了中方立场。伊朗这次给中方打电话，伊朗是为了显示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就是在重大事情的方面，伊朗事先要向中方通报。那么实质性意义上，就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去年在中国斡旋之下，伊朗和沙特实现了和解，所以在中东重大事情上，伊朗跟中方通电话，也是希望中方来发挥积极的作用。近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国防部网站纷纷发文宣称，三国所组成的奥库斯联盟通过了最新的人工智能试验。关键技术共享是奥库斯合作的第二支柱。压住人工智能合作背后到底有何居心？全球都在发展无人作战装备和技术，各自水平如何？面对美英澳搅局亚太，中国又如何应对？来看看报道。美国防部指，奥库斯在美国陆军主办的多国项目融合演习中，试验了弹性自主人工智能技术。三国在海陆空以及网络等多领域战场测试了尖端自主和人工智能传感能力。声明指，这是为了实现多个国家以及多军种展开无缝联合的军事行动。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防部消息稿花了大量篇幅介绍弹性自主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中的一个叫做战术突击套件的插件。这是一款基于地图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无人机探测敌军的位置。这套软件在最新的演习中被运用在英国红色风筝无人机以及澳大利亚 XT8 无人机上。英国国防部指，相关技术一旦得到验证，将被纳入国家平台，提高美英澳三国在作战过程中的互操作性。英国部署了约500名陆军人员在该项目之中。澳大利亚的消息稿则着重突出了机器人车辆可信操作试验。三方在今年2月在澳大利亚南澳洲卡尔塔纳训练区也进行了相关实验，这也是奥库斯合作第二支柱的一部分。在相关领域的这种合作呢，很大程度上需要足够的资金，需要更多的这个人员需要更多的人才。那么这些方面可能美国凭借自身的能力都并不足以实现，
所以也希望借助 AUKUS 来从其他国家啊，尤其是这些有一定基础的美国的所谓盟友的手中去进行一个吸血，借助所谓的敏感技术作为吸引一些这个盟友跟伙伴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之中呢，AUKUS 实际上也有可能会转为一个国防产业合作的联盟。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如今推动与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重点放在了打造互操作性上，这是美军发展所谓印太战略、打造对华综合威慑体系的关键。其中，奥库斯合作以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是提升美国与盟友之间互操作性的重要平台。背靠美国提出的全新作战概念——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美英澳还在试图实现陆地、空中、海上、太空无缝信息共享，提高各国不同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协同作战能力。当前，美英澳在蓝熊幽灵无人机、挑战者2主战坦克等装备上都进行了自主系统与人工智能测试。侦察机以及声纳浮标是奥库斯人工智能合作的一个可行的应用场景。目前，美英澳3国都配备 P8 反潜巡逻机，以及漂浮在水中收集数据的传感器，也就是声纳浮标。美国防部的一名副助理部长霍洛维茨在今年1月的一场智库活动中透露，奥库斯正在研究一种算法，可以将声纳浮标所收集到的数据应用在 P8 反潜巡逻机上，从而更好地追捕敌方潜艇。不容忽视的是，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已经成为重要趋势。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可实现战场态势智能感知、海量数据智能分析、多元信息智能处理，形成战场透明优势。美国防部还在资助一个马文项目，目的是研发一套全新的算法，并打造成群的自主攻击无人机。在当前的俄乌冲突前方，从卫星照片到俄罗斯士兵使用的社交软件，各种来源的海量数据都被输入到了马文项目，以便美军获取大量的数据信息。目前，乌克兰方面已经开始使用马文项目所获取的信息，小型无人地面装备可能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成熟。马文项目人工智能的识别率接近60%，在雪地条件下，这一数字骤降至30%，但士兵对坦克的正确识别率高达84%。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炒作人工智能是美国的军事、经济，那么包括在整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在军事方面啊，包括在俄乌巴以的危机里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应用，似乎也让美国看到了维持它现在的这种非对称优势的一种可能性。数据显示，到2032年，军用无人机市场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研发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美国，2017年才成立的安都瑞尔公司，主业是开发自主攻击无人机、无人战斗机和水下航行器。该公司的最新估值已高达140亿美元，刚刚拿到 F 轮融资。公司的90后创始人帕尔默·卢基年仅31岁，早已是五角大楼的座上宾。奥库斯测试了最新的人工智能作战工具，扬言这是为了应对中国。您对此如何看？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的报道，核潜艇是奥库斯的立盟之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到人工智能、机器人、超算、芯片、情报共享等领域。可以看出，奥库斯是想在尖端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达成对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嘛，并以技术优势取得军事优势。而技术军事领域的深度合作，又会促使奥库斯在政治层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其次，奥库斯是一个主打对抗的联盟，这个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为了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为此，美英不惜违背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向澳大利亚这个无核国家出售核潜艇以及武器级核材料。那现在呢，奥库斯又加紧测试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并且毫无掩饰地宣称是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可见，奥库斯就是在逆潮流而动，重启新冷战，热衷对抗，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再次，奥库斯是美国主导的一个亲密度极高的联盟，
不同于北约，奥库斯是美国将第一级盟友拉在一起组建的联盟。美国一直呢是将盟友分成369等的，其中第一级盟友是五眼联盟的另外4个，再加上以色列、日本，而韩国在尹锡悦上台之后呢，完全倒向美日，现在呢也开始被美国视为第一级盟友了。至此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对奥库斯扩员的标准。美国的第一级盟友具有较强的经济、军事、技术实力，战略上进攻性强，主观上愿意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如此一来，奥库斯在联盟方面先天具有稳固性，且美国在奥库斯联盟里说啥是啥呀，毫无反对声音，从而使美国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遏制中国的新联盟。也正是因为美国认为奥库斯联盟里的其他成员国呢都是自己的铁杆小弟，所以美国才放心在奥库斯联盟里合作发展，共享敏感的尖端技术和情报信息。日本一旦加入奥库斯，会对奥库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本加入奥库斯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让奥库斯的实力大增。日本近30年虽然陷入发展停滞状态，但底子厚，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4，日本的军事实力呢在世界上也能排到第7，而且日本工业发达，技术先进，特别是在很多尖端技术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甚至领先状态。例如日本的富岳超级计算机曾经4次居世界榜首。在半导体领域必备的26种设备中，日本企业10种设备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50%。在电子束描画设备、涂布显影设备、清洗设备、氧化炉、减压 CVD 设备等重要前端半导体设备几乎垄断市场。在后端半导体设备日本的画片机和成型器也是世界第1。此外，日本还是3款重要后端检测设备的霸主。在战略层面，日本列岛以及西南方向的诸多离岛对亚洲大陆有天然的封锁作用，而且日本本土和离岛有众多设施完善的军事基地。在美国之前的亚太战略中，日本是基石。即便现在美国将亚太战略扩展为所谓的印太战略，但日本的地位仍然是无可替代的。美军在西太的军力部署仍是以日本为核心。此外，美日同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美国对日本有稳固的掌控力，所以日本加入奥库斯使奥库斯的实力大增，同时这也是美国对日本的认可，还会促使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不过日本在奥库斯的地位呢，明显不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人是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信条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呢，在语言、思维、主流族群方面呢同源，很容易达成互相信任。但是日本不一样，尽管美国对日本很器重，但这不代表美国对日本没有戒心。语言、思维、族群的巨大差别，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教训，以及战后日本多次表现出来的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思维和实际行为等等，都让美国对日本怀着既利用又提防的心思。同样，日本对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顺从，何尝不是一种实力不济、暂时无法摆脱美国控制而采取的蛰伏？所以呢，日本一旦加入奥库斯，让奥库斯实力大增，固然不假，但就奥库斯的稳固性而言，日本加入之后的奥库斯呢，其实是不如最初只有美英澳的奥库斯。尤其是如果日本今后在奥库斯里发现自己享受不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待遇日本内心的不满情绪呢是会不断增加的。毕竟像日本这样一个与美英澳不同的国家，加入奥库斯完全是利益驱动。用我们的一句古语来说就是以势交者，势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在英国首相斯塔默执政即将满月之际，有消息指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计划于9月访华。新任工党政府上台后，曾就对华关系提出竞争、合作、挑战3原则。在眼下英国自身面临多重复杂问题之际，中英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合作机遇和挑战？来看看报道。
据参考消息援引英国《卫报》10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正在就下月的北京之行进行磋商。报道称，尽管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访问的具体日期，但这表明了英国希望恢复与中国高层接触的意愿。针对拉米此次计划访华，英国工党政府此前表示，此行旨在增强英国了解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能力。英国外交大臣上一次访华还是在去年8月30号，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成为时隔5年第一次访华的该职位英国高官。尽管行程只有短短1天，但仍被外界视为平衡中英关系的一次重要努力。相关人士表示，此前在保守党领导下，除了克莱弗利的那次访问，英国没有再与中国进行类似的高层接触。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首相斯塔默曾谈到与世界其他国家重新连接。如果这其中不包括中国，那么也就算不上真正的重新连接。在新工党的这个外交全盘的这个大局中呢，可能中国在于一个重要但不紧急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那么拉米上任以来，首先是在欧洲进行了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穿梭外交，重点聚焦这个欧洲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个英国与欧盟的这个合作问题。它是需要处理掉这种周边方面的这种紧急事态以后，再去重新的这个调试这个大国关系，以为它这个工党在中长期的这种外交布局以及未来拓展这个国际合作空间进行这样一个谋划。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万象会见了拉米。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表示将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愿同英方一道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同时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承担应尽职责，共促世界和平。针对此前有媒体披露，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本月7号曾表示，中方对加强双边交往合作始终持积极开放态度，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今年7月4号，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的历史。外界注意到，拉米曾在今年5月表态称，工党如果赢得大选，就会在新政府组成后100日内重新评估英中关系。他在一场演说中批评保守党过去14年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而工党将会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奉行竞争、合作和挑战的所谓3C 原则。长期以来，在对华立场上，英国采取了与美国类似的表述，如视中国为所谓系统性挑战等。有观察指，考虑到各种矛盾和复杂性，工党新政府在其对华政策中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就事论事，将具体问题与更广泛的对抗区分开来，在不升级冲突的情况下推进有限合作。那么英国工党的政府，它处理对华关系上面，那么也是面临着内外这个多重的压力。在这个外部来看呢，美西方这个整体上面的这个对华认知是的一种负面的这个倾向，它实质上呢也是给它的这个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保守党、反对党那么也会紧紧地盯着这个对华认知作为它来抹黑或者是攻击工党以谋求选举利益的这样一个抓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工党它在处理对华关系以及整体的这个外交平衡中，它要布局到各方面的这个力量，都会给这个中英关系注入的一些这种复杂性。眼下，英国自身正面临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重严峻挑战。连日来，英国多地围绕政府移民政策爆发抗议和冲突。截至当地时间10号，部分地区的骚乱仍在持续。英国警方11号宣布，目前已有779人在连日的抗议活动中被捕。此外，英国的财政状况堪忧。自上台以来，工党政府持续不断向公众哭穷。首相斯塔默多次宣称英国已经破产，新发现的财政亏空达到200亿英镑。新任财政大臣里夫斯因而考虑延迟或取消部分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尽管有分析认为，工党政府此举是为了向前任保守党政府甩锅，也为今年下半年的英国财政部公布预算计划铺平道路，但相关表态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和担忧。有学者指出，
英国国内的焦头烂额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外政策。因此，工党政府需要在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与应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之间取得平衡，通过精心设计来促进贸易和投资，同时确保安全和战略一致性。在这个英国自身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特别是那么保守党因为它自身的这个执政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攻击跟刁难，他为了争取自身的这个选举利益，那么他会回避掉他过去在国家治理领域所面临的一些失败跟失误，而反而会紧盯着工党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个对华政策上加以这个观察，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会给这个中英关系朝着一个务实合作的这个方向发展呢，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制约。实际上，除了绿色经济，在中英长期深厚的经贸关系背景下，两国在健康医疗、消费、金融、旅游以及国际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潜能都被双方业界人士所看好。近来，中国围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对在华外企释放了充分的积极信号。广东英国商会副会长马克·科雷顿已来华工作生活近20年。他日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强调，英国企业始终相信中国仍有大量投资机遇。如今，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他期待中英双方在加强经贸往来方面能有更多对话。With the new British Prime Minister Starmer just taking office,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UK-China relations? Speaking as a British business owner in China, I am quite excited for what the future holds. We've had some instability in the UK, as you know,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having a new government, I think, to reset the relations is good. I hope that Lammy will visit China soon. I want to see more visits, both ways, with various ministers. The more visits we have, the more communication, the more engagement, I think will be really good for the relationship. 与此同时，11号晚间，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冷却塔遭到严重破坏。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晚20时，乌军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核电站2座冷却塔中的一座进行了2次直接袭击，导致设施内起火。现场急救人员在晚上23时30分之前扑灭了大火，冷却塔的内部遭受了严重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这次袭击可被定性为乌克兰当局实施的核恐怖主义行为。相关专家将在情况允许时，对冷却塔是否存在倒塌的威胁进行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是俄罗斯方面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内纵火，目前核电站辐射指标正常。泽连斯基还称，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世界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反应，俄罗斯应该为此负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该核电站于2022年3月被俄军控制。战火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战时核安全问题受到外界的持续关注，而俄乌两国则屡次相互指责对方为相关袭击的发起者。有分析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占领库尔斯克的核电站和天然气设施，这将成为乌军未来谈判的重要筹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交战中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发生核事故，带来严重核辐射后果。格罗西在声明中提醒各方，在武装冲突期间确保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的7项支柱原则和5项具体原则。他表示，这些原则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制定的，但同样适用于库尔斯克局势。原则强调，必须确保核电站的本身完整性，无论核电站位于何处。受到乌克兰袭击的这个冷却塔离开那个核电站本身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呢不可能形成这个核污染、核爆炸，这个应该说影响微乎其微。乌克兰也短期内不可能夺回来，俄罗斯呢也不可能同意用这个核电站去换取乌克兰暂时去控制的那个库尔斯克核电站，这都不可能。所以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那个战事呢，影响应该说非常小。战事升级需要大量金钱，但乌克兰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表示，
美国国会今年4月批准的价值27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以及7国集团领导人已经承诺的500亿美元贷款的发放仍然缓慢。乌克兰仍然缺乏必要的武器、弹药和炮弹。乌克兰政府已提议将战争税从1.5%提高到5%，并且还可能扩大该税的征收范围。这意味着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将更加艰难。7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忽然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外界对他退选的内幕众说纷纭。近4周后，拜登首度开腔接受媒体访问，透露他做出这一重大人生决定的细节，其中一些细节堪称爆炸性新闻，也拉抬了民主党的声势。而另一方面，力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预告，他将对特朗普进行直播采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开启他的年度暑假，和妻子一同前往特拉华州霍珀斯沙滩享受日光浴。而在他开启暑假模式之前，还接受了媒体采访，首次谈及退选的心路历程，成为周末美国社会最为爆炸性的新闻之一。拜登表示，退选的决定就是在霍珀斯的住所里做出的。他还提到了美国前众议长、他的亲密战友之一的佩洛西所施加的压力。But what happened was a number of my Democratic colleagues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thought that I was going to hurt them in the races. And I was concerned if I stayed in the race, that would be the topic. You'd be interviewing me about why did Nancy Pelosi say, why did someone... And I thought it'd be a real distraction. 退选的起因是6月27号，他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被舆论形容为极其糟糕。民主党的支持率节节下滑，一向慷慨的金主们也拒绝捐款。而7月11号，著名影星乔治·克鲁尼在《纽约时报》发文宣布与拜登决裂，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0天后，此前表示要一选到底的拜登突然宣布退选，震惊美国社会。当时就有传言称，佩洛西和前总统奥巴马是这场幻灯行动的幕后主要推手。每当拜登退选的问题开始平息并失去势头时，佩洛西就在那儿煽风点火。佩洛西本人也并没有一概否认这些传言，但他也多次强调自己很爱拜登，还称赞他是非常重要的总统。拜登的雕像应该被刻在美国总统山上。外界注意到，卸下竞选压力后的拜登，心情也逐渐调试好。尽管此前有报纸统计，去年他休假的天数占比高达37%。并称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喜欢度假的总统，但拜登仍然决定如期开启他的暑假，还被媒体拍到享受日光浴的悠哉画面。而在访问中，拜登也轻描淡写地表示，4年前他就定位自己是一个过渡总统。When I ran the first time, I thought of myself as being a transition president. I can't even say how old I am. It's hard for me to get out of my mouth. 拜登也不忘选举，强调美国应该团结。但选择特朗普就是选择分裂。If Trump wins, no, I'm not confident at all. I mean, if Trump loses, I'm not confident at all. He means what he says. We don't take him seriously. He means it. All the stuff about if we lose, there'll be a bloodbath. I give you my word. I think that I mark my words. If he wins this nomination, this election, watch what happens. It's a danger. He's a genuine danger to American security. 拜登还作出预告，他将前往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与州长夏皮罗一起为哈里斯助选。此前，夏皮罗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被选为哈里斯副手的人，但哈里斯最终选择了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实际上，宾州是选举人票数量最多的摇摆州，有多达19张选举人票，因此成为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数据显示，过去1个月来，哈里斯在宾州的好感度上升了高达10个百分点，选民认为他比特朗普更聪明，人品更好，性格上也更适合执政。2016年希拉蕊输掉第3个州，输掉选举，那宾州、密歇根跟威斯康星在2020年都回到民主党，就表示说这个拜登是有他的一些跟当地的一些基础啊，他从小是在宾州这边出生长大，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比较能够有着力的地方。再加上大家现在又有点同情他。11号，哈里斯与搭档沃尔兹刚刚结束了为期5天的摇摆州行程后，就转战加州旧金山。加州可以说是哈里斯的大本营，
他出生于加州，政治生涯从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起步。在担任副总统之前，他任职加州联邦参议员，因此这趟造势活动对他来说相当轻松。值得注意的是，助推拜登退选并力挺哈里斯接棒有功的前众议长佩洛西也出现在筹款活动现场。这场活动也再次展现了哈里斯超强的吸金能力，有1200万美元入账。哈里斯旋风仍在持续，除了吸金能力远超特朗普，在摇摆州的争夺中，他也迅速打开局面。最新民调显示，在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3个摇摆州，哈里斯的支持率都达到50%，但优势不大，目前仅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持人是亿万富翁特斯拉 CEO 马斯克，后者在特朗普遭遇枪击未遂事件后迅速表示支持，还宣布未来4个月每月捐款4500万美元。马斯克握有一架马力十足的竞选机器——社交媒体平台 X， 也就是此前的推特。2022年，马斯克斥资430亿美元巨款收购这家公司，当时就有媒体认为，这意味着马斯克未来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但他这次决定先给特朗普赋能。12号，马斯克在 X 发帖透露，将以没有稿子、不限制主题的方式对特朗普进行直播采访。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12号晚8点。这场采访的另一大卖点是，特朗普2021年在国会山暴乱后，拜登宣誓就职之前被推特平台封杀。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做出解封的决定，但特朗普一直拒绝重返这一平台，而是选择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推。而12号接受马斯克的直播采访，将是4年多来特朗普本人首次现身这一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被马斯克收购后 ，X 平台的业绩陷入低谷，一度下降40%，这也让马斯克十分光火。平台内部有员工表示，马斯克推进的大裁员的负面影响很大。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上直播总统竞选发布会，但期间遭遇多次技术故障，被美国网友群嘲。当时与马斯克关系并不好的特朗普还抨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次马斯克已经放出风声，确保他直播采访特朗普的技术稳定是首要任务。此外，特朗普7月筹款不到1.4亿美元，而哈里斯则入账超过3.1亿美元，这让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经费上精打细算，但这又让他卷入几宗侵权风波。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前往蒙大拿州拉票，但在这场竞选集会的热身环节，舞台附近的大屏幕播放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和相关视频片段。该歌曲原唱席琳·迪翁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种使用方式绝对没有得到授权，并且他本人也不认可此类使用或任何类似的使用方式。11号当天，美国音乐家、演员艾萨克·海耶斯的遗产管理方也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停止未经授权使用海耶斯参与创作的歌曲《不要放弃，我来了》，支付300万美元的版权使用费，并删除所有使用了这首歌的特朗普集会或其他竞选活动的相关视频。律师函还指出，如果在8月16号之前没有收到回复，他们将正式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提起诉讼。截至目前，特朗普阵营对此尚无回应。